哈哈哈哈！没想到穿越到洪荒，我的根基竟是混沌级别的灵根——7天魔莲。这感觉可真不错，不仅穿越到了洪荒世界，还有7天魔莲护体，那我可要好好大展拳脚。那是什么动静？须弥山上有动静。原来是这2株先天灵根，看来我的第一波机缘到了。菩提树和金金之气，既然我比你们先化形，自然是要做你们大哥了。先忽悠2个未来天定圣人当小弟压压惊。先有本座，后有天。本座还在红军前。吾等拜谢前辈出手，赐我兄弟化形机缘。2位道友起身说话，本座也在此地化形。说起来，吾等也算是同气连枝。你们兄弟2人皆有大气运，纵使无我出手，日后自然也能化形。你们不该感恩于我，而应感念西方大帝的孕育之恩。山高路远，今日就此别过吧。前辈之恩，如同再造。若不嫌弃，吾准提，吾皆引愿奉前辈为大哥，侍奉左右。若是大哥不愿意，我们便长跪为此。妥了，也罢，2位兄弟，快请起，不必多礼。既然拜我为大哥，那大哥就带你们重建西方，令西方大地重新辉煌起来。究竟是谁扰乱天机？莫非是罗活留下的后手？不好！我这快要与天道相衡的存在，竟被天机反噬罢了。天眼50，大道49，遁去其一，本座之下皆为蝼蚁。再给我些时间，我即可执掌天道权柄。已经捕捉到一抹未来。未来紫霄宫中，遍及洪荒大神通者，皆听我言。想当年洪荒出劫时时，我西方浩瀚大好河山，灵脉众多，生机何等磅礴！如今见此景象，我等心中愧疚。未来必将让西方大地重获生机。以前看过那么多洪荒小说，书中的西方2圣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大多作者描写西方2圣阴险狡诈、卑鄙无耻。可谁知道这2人乃是大毅力、大无畏的英雄，为了建设家乡，甘愿舍弃虚名，终其一生呕心沥血。若非身后无靠山，又怎会甘心被骂名缠身？比起3清表面的和气，你们才是真正兄弟同心、初心不改的真英雄。没有身后大福大德，天道绝不允。今日起，我为你们大哥。准铁老三，吾在此郑重告诉你，跟着大哥混，3天内必现9大顿悟。你们的心愿，终有一日会实现。多谢大哥，大哥比红军年岁更古，辈分更大。4舍5入后，日后我们论辈分，岂不是连红军老祖见了也得称前辈？还不知因我在潜移默化间改变了这西方2圣的性格。后续寻宝时，正好看看他们真正的品性，是否真如传言般见宝起意。
哥就是大哥，牛气冲天，随意一出手便如此恐怖，连圣人亲至恐怕也无法察觉分毫。二位兄弟，若要建设西方大地，就必须先让自己强大起来。若绕开这些想要变强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现如今，大哥，以我们的实力把他们东西抢过来不就好了？谅他们也不敢作声。三弟，我们可是体面人，体面人怎么能做抢这种事呢？抢别人的东西传出去多不好听啊！大哥说的对，不过我们有另一种可能，我们将生灵杀了，把他的东西捡走了。好了，身为先天神圣，跑去拦路抢劫，那和那些毫无灵智、一味妄造杀孽的凶兽又有什么区别？可是大哥，没有可是。洪荒不是单纯的打打杀杀，而是人情世故。妄造杀戮只会不断沾染因果，待到日后必将遭受因果反噬。如今西方贫乏，但洪荒浩瀚，又岂仅有西方一域？昔年为兄有幸参与开天一战，曾亲眼目睹盘古大神以开天剑击碎混沌，有混沌碎片陨落东海。算算日子，落入东海的那些碎片，也该到了出世的时候了。啊！大哥竟曾参与过开天一战，这底蕴简直如太古神山般巍峨。欺骗与诡计大道，果然要忽悠这等大气运者，修为便能水涨船高。迈出这一步，大有可为。比起寻常大罗金仙中期，我现在的力量恐怕强大10倍不止。不愧是大道级法则。老大到底是何等神圣？三弟，你只需知道，从此你我兄弟有靠山了。这些皆是大道所赐宝物，大哥绝非等闲之辈。别愣着了，这都是道之精气，还不赶紧吸收琼花与功德？如今两位贤弟既然突破至太乙金仙中期，也算得上行走洪荒，有了自保之力。为兄今日夜观洪荒天机，算出当年那几枚混沌碎片将于东海之滨出世，那里孕育一方天地，宝物无数。你我兄弟3人也该启程前往东方寻宝了。无知两位贤弟心中有疑惑，是不是想问我的来历？当年开天一战，为兄亦是参与其中，与盘古大神并肩战3000魔神，侥幸不死，于洪荒涅槃重生。至于我前世究竟是谁，不过是前尘往事，不提也罢。你们两位贤弟只需知道，当年那一战，不少幸存混沌神魔都与为兄有生死大仇，将来相见，必分出生死。现在知道了我的仇家，你们还认不认我这个大哥？若是真有当年仇家寻来，小弟就算豁出这条命不要，也定要手撕了那帮混蛋。对，二哥说的对，誓死追随大哥。那好，咱们即日动身，直奔东海，寻觅无上机缘。原来如此。只要我以欺骗与诡计对待众生，修为就会毫无阻碍的狂飙。只要忽悠的量够大，甚至连所谓的瓶颈都不复存在，水到渠成便能当场破境。若是去忽悠不同身份、不同境界的绝世大能，会不会获得更加恐怖的修为反馈？这实在让人万分期待。大哥，我们苦苦搜寻1000年，怎么连个海岛的影子都没看见？
其实，我确实是在忽悠着兄弟俩。我口中那句盘古碎混沌，碎片落东海，可是铁打的真实。蓬莱、方氏、瀛洲三大仙岛，里面必然堆满了令人发指的机缘与至宝。你藏在哪儿了？给我出来！哪里来的野道人，竟敢在东海龙族的地盘撒野！哼，东海龙族算个屁！我家大哥辈分高的乡人，你们不过是一群臭长虫！我打！龙王陛下，我不干了，我要辞职啊！太欺负人了！你是说那3个不识好歹的狂徒不仅揍了你，竟敢放肆辱骂我龙族皆是臭长虫？句句属实啊，陛下，那贼人极其嚣张，根本不把我们龙族放在眼里啊！如那厮，启龙太甚！大哥小心，我们跟着老泥鳅拼了！光顾着满世界找3仙山，竟然差点忘了东海龙族这些地头蛇才是最肥的韭菜。苦苦寻宝1000年，哪里有直接割龙族韭菜来的狂暴？两位兄弟，不过是区区一头小小无指金龙，何须如临大敌？细细想来，你我兄弟如今正好缺个代步的坐骑。你们看上这老徐头哪个儿子哪个女儿，尽管告诉大哥，大哥全给你们擒来做脚力。多少年了，竟还有人敢冲撞我龙族至此，此子罪不容诛。父王，儿臣愿替父诛杀此雕。不必，本王要亲自将他抽筋扒皮。这龙族不仅祖龙残魂未灭，深海里还苟延残喘着不少准圣级别的老怪物。面对这等顶级韭菜地，我怎会轻易放过？我之所以如此强势，就是要硬生生把龙族真正版式的老祖宗给逼出来。瞧见没有？还敢说我们是蝼蚁？你躲什么躲？东海4公主是吧？刚才你好大的威风啊！三弟，莫要如此粗鲁，岂不是坠了凌霄大哥的威严？听闻真龙最是大，干脆把他的心挖出给大哥煮炖汤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哥才不吃它，要吃就吃敖广那条老泥鳅的。这绝对是先天至宝，连祖龙大人的极品先天灵宝祖龙珠都远不及此啊！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只求前辈开恩，放过我的妻儿老小和满朝文武。饶你容易，有种你就掏心掏肺送给我哥谢罪。三弟，莫要动气，不过是些孩子家的玩闹罢了。本打算靠忽悠收服龙族赚取反馈，没想到准提这么上道。快去换你家祖龙，否则等我报出大哥的名号，必然活活吓死你！天啊，祖龙大人当年全盛时期可是混元金仙巅峰级别的恐怖存在，连石麒麟和元凤合力都绝非对手。前辈，您难道是祖龙大人的好友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前辈，当年你们龙族的祖龙曾死死追随过吾一段时间，
更是亲口奉我为主。你们这些小家伙，算起来不过都是祖龙的重孙辈。敖广小龙王，你叫我大哥前辈，我大哥宽宏大量，不挑你的理。但是下回开口前，你最好掂量掂量，该叫我大哥什么。是谁胆敢扰乱东海，欺我龙族无人？我可是执掌欺骗与诡计两条无上大道的至高存在，只要法则加持，连天道都能蒙蔽。区区一个混元金仙算什么东西？只需轻轻拨动法则之力，就能把你们忽悠的连底裤都不剩。主上息怒，这位是祖龙大人的胞弟朱龙尊上。哈哈哈哈哈！敖广，你刚才叫他什么？主上！朱龙尊上，小龙斗胆问一句：祖龙大人当年是否曾有过主人？这位尊上极有可能就是祖龙大人当年的主人。祖龙是我的契约灵兽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祖龙大哥的主人？二弟，龙族没落乃是天意，但你务必牢记，吾曾有一主，当年在兽皇神逆手中，正是吾主救下吾之性命。即便是罗罗与红军，也绝没有吾主的根脚恐怖。若是未来能与吾主重逢，你务必替吾执仆人之礼，绝不敢有半分怠慢。你是祖龙幼弟吧？吾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丝你兄长的气息。前辈，您当真是无兄之主？堂堂混元金仙后期的上古巨头直接倒头就拜，这哪里是忽悠，简直就是死于自己跳进鱼篓里。难不成祖龙当年真有一个恐怖到极点的主人？我这是踩进惊天大因果了。我家大哥何等身份，你若不信，大可去把你大兄祖龙唤来对质，还愣着作甚？还不速速将你大兄唤来见吾！前辈，您当真是祖龙大兄的主人？你大兄祖龙何在？尊上有所不知，大兄当年受伤太重，早已是重伤垂死，陷入沉睡，求尊上垂怜，出手救一救我大兄。救祖龙？只有重伤垂死沉睡的祖龙才是最好的工具龙。早就知道他处于假死状态，不然借我10个胆子也不敢这么忽悠。本座本不该拒绝。可奈何本座当年于混沌天外阻击不是天敌，历经生死涅槃重修，如今就算有心想救小祖龙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罢了，要不了多久，本座必将重回全盛时期，届时自会出手保他性命。识海内的2条大道法则雏形居然在疯狂壮大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以欺骗诡计忽悠人之后强行获取的逆天修为反馈。忽悠的对象越是强大尊贵，吃到的红利就越恐怖。从大罗中期突破到后期，引发的异象竟然比当年大兄突破亚圣圣大圆满还要恐怖100倍。尊上的根脚到底恐怖到了何等境地？尔等愣着作甚？还不心神合一，将这漫天功德雨吸收炼化。
我龙族曾征伐万族，如今库中异宝堆积如山，小龙愿将其尽数献给尊上。当年龙族席卷天下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，提前截胡收复龙族，修行之路才履法地缺一不可。好啊，此间神物皆与吾西方有缘。只狗有凌霄大哥在，西方何愁不兴？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分头去寻有用的宝物。大哥没挑完，弟弟们哪敢先下手？当然是捡大哥剩下的。磨磨唧唧，看上什么就拿什么。冲啊！整整27件下品灵宝，5件中品，皆与我有缘。未来徒弟们有福了！哈哈哈哈哈！30件下品，6件中品，还有2件极品。好兄弟，分1件极品灵宝让我玩玩吧。每次借东西都不还，拿去。啊！方才咱们一同挑选，大哥怎么能一口气翻出4件极品？我们却连个毛都找不见。先出去，待会儿告诉你们为什么。拿自家小弟的钱，哪有凭本事忽悠别人来的爽快？如今我已是大罗新仙后期，距离巅峰只差最后收割一波冤种韭菜。12子乌、妖佐尔皇、3清女娲、伏羲，这些未来震慑万古的洪荒巨头，此刻在我眼里全是一茬接一茬的极品韭菜。今做大做强，就只差一个牌面拉满的坐骑。现成的神龙就在眼前，试问哪个热血少年没幻想过脚踏神龙遨游9天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东海之上的3仙岛。只要抢先一步找出仙岛，那3光神水与无数先天灵脉，注定全都得落入我手。大哥，到底凭什么你能精准找出那些极品先天灵宝？其实很简单，我的根脚远超于你。先天灵宝皆有灵智，他们看不上你们，自然故意收敛神光，宛如蒙尘废铁。可当他们看到我时，便会疯狂绽放异彩，欢呼雀跃。万万没想到，连冰冷的灵宝竟然也如此势利眼。大哥的根脚，当真逆天！我历经上千次血战，为龙族立下赫赫战功，偏偏没有死在讨伐凤族与麒麟的尸山血海中。今天竟然要憋屈的惨死在自家的家门口！父王、母后，是女儿有眼不识泰山，触犯尊上，你们动手吧，女儿甘愿以死谢罪。女儿，不要怪母后。只是出言不逊就要下死手，传出去洪荒天下生灵该如何看待本座？尊上吉事，尊上仁慈。你之前究竟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？奴婢当时扬言要替父皇诛杀尊上。好，跟着本座的种族，就必须要有这种凶悍的攻击性，这是真正的勇士。勇士绝不能屈辱的惨死在家门口。尊上心胸如此广阔，将来我必为尊上效死。
烛龙，挑选3名龙族杰出青年，给本座3兄弟当专属坐骑。这位三爷身材肥胖，眼神还如此猥琐，实在下不去嘴。就是，我们只想给尊上当坐骑。二哥，他们欺负人，你帮我揍他们！三弟默契，天道只会保护诚实的人。你都住口！只有真正的英杰，才有资格成为尊上坐骑。那敢问老祖，英杰何在？这英杰正是在下。你身为老祖，龙族未来还需你亲自统帅，当坐骑成何体统？既然如此，老朽推荐祖龙当年历经大劫留下的最后4名嫡系子嗣。尊上，这是大兄4子敖渊5爪金龙根角，这位是第9子敖仓，不仅福源深厚，更生有罕见的9爪根角，修为已达大罗金仙中期。你可愿跟随本座？敖仓愿意，誓死为主人效犬马之劳。哈哈哈哈！这孩子资质不错，且与本座有缘，只是身上背负大因果，待日后了却因果，便有资格拜入本座门下。本座听闻东海之上有3仙岛，不知烛龙可知线索？回尊上，方阵瀛洲尚无踪迹，唯独蓬莱仙岛早已现世，1万年前化作一座先天大阵笼罩的孤岛。我龙族耗尽手段也破不开。世间神物皆有灵智，庸俗之辈自然无法靠近。但我可是混沌根角，更是被大道钟爱的气运之子。既然已有线索，本座就不多留了。老2、老3，带上坐骑，随本座走。给本座破！这哪里是海岛，分明是藏在虚空裂缝里的浩瀚小世界。全部分头搜刮，500年后在此会合。有7天魔莲护体，方圆亿万里的天机都被彻底屏蔽，根本不怕被人眼红算计。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先天灵宝，万万没想到。自盘古开天后便彻底失踪的12品净世白莲，竟然一直藏在这里。只要端坐其上，就能布下逆天防御大阵，甚至连龙凤3族那恐怖的业力劫气都能强行净化。乾坤日月平，这3大神水一旦分开，沾上一滴，就是能毒死大能的天下至毒。可要是合在一起，只需一滴就能把濒死的大罗金仙强行从鬼门关拽回来。还有这2株神树，吃下直接顿悟突破，省去亿万年苦修。不过这一切加起来，都不如这件天道异宝恐怖。树仙锁，只要被套住，非圣人亲自出手，绝对无法解绑。一念之间便能强行捆缚亿万生灵，
直接沦为凡夫俗子。赚得盆满钵满，也不能忘了我那2个乖巧小老弟，勉强够资格给他们防身了。蓬莱，从此便是我凌霄的道场。大哥，我们回来了。大哥，这是我们在仙岛搜刮的宝物，全部上交。哈哈哈，好，这2个小弟当真没白疼。老三，你天生脸皮厚又爱惹事，这玄元控水旗给你护体。老二，这素色云剑旗归你。多谢大哥赐宝。跟着本座，自然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拿着。主人恩赐，我等万死不辞。这蓬莱仙岛正是我们的第2道场，你们且去道宫闭关，等法宝大成，我就出岛去逮大怨种。大哥，发生何事了？高卧九重云，无谈了道真。吾乃红军，今日正道成圣，3000年后于紫霄宫布道众生。大哥，红军老儿成圣了，咱们去蹭这波机缘吗？必须去，这场大戏可是和你们俩有着天大的因果。你们必须在3000年内突破大罗金仙，否则连紫霄宫外的混沌罡风那关都熬不过去。红军讲道这种割韭菜的绝佳盛宴，我怎么可能放过？如今我这大罗新仙后期的修为，已是这方天地的战力天花板。可堂堂盖世道人出场，身边怎能没有童男童女跑前跑后伺候？今日遇见贫道，便是汝等的造化。多谢主人点化之恩，请主人赐名。吾为红军老祖，自今日起，男童名叫石浩，女童名为火灵儿。多谢老爷赐名。老爷仅仅随手一挥，竟能凭空拔起如此恢宏的道场。进去吧。这里的仙气，我感觉修为都要突破了。戏台已经搭好，就看这群洪荒大怨母谁先上钩了。哈哈哈哈！没想到诸位道友来得这般早啊！到了。这绝对是道祖说的紫辰道宫。不可能，圣人何等神通，道场定在混沌极深处，怎会寒酸的立在这混沌边缘？紫霄宫读音倒是一模一样，可这位置……大兄，此乃圣人道场。若这真是圣人居所，如此闯入绝不可造次。小妹，你卡在大罗初期已有10万年，这宫中定有你的机缘，哪怕冒犯圣人，为兄也要为你一试。哼，不知死活，竟敢拿圣人威严开玩笑！且看这伏羲如何索场。后辈伏羲求见圣人，请圣人垂帘开门一见。这位道友，你若怕你哥被怪罪，我替他去，我来扛。啊！以
胡说什么呢？你有几分神通，敢扛圣人的怒火？要我说，红军前辈将道场建在混沌边缘，正是因为仁慈啊！你胡说什么？圣人是担忧吾等修为弱小，扛不住那混沌深处的恐怖罡风，为此不惜耗费大法力挪移道场，全是为吾等等想啊！哼，简直一派胡言！哼，就算是换门，也只有我盘古真宗三清有这个位置，才不会辱没圣人。谁敢先我三兄弟一步，圣人若怪罪下来，他必死无疑。二兄，芸芸众生皆是父神一域，换门这种小事，不该分什么高低贵贱。这点小事也要争来争去，到底有完没完呐？哼，根本不用去换门，我们兄弟直接把门砸开不就完事儿了？啊！这群疯子，竟狂到连圣人道场都敢强拆！大胆！给我尔等对老爷不敬，竟敢妄图击毁殿门，简直胆大包天！这三大圣人连圣人的面都没见到，我们就全变成了待宰的羔羊。两位小主，两位仙童息怒，都是这群蛮子不知好歹，与吾等无关啊！随手赐下一件灵宝，就能横扫先天神圣，这就是世间最强者的底蕴。吾家老祖怜悯尔等求道之心，特意提前整整3000年开讲天地大道。哼，这本是天大的善意，尔等却不知好歹，生出歹念，竟然妄图击毁资霄宫，当真可笑至极。尔等可知吴家老爷这道场乃是鸿蒙时期就存在的鸿蒙至宝，别说是你们这群蝼蚁，就算3000混沌神魔集体复生，全洪荒的神圣联手，也休想伤这宫宇半点斑毛。誓死捍卫老爷威严。仔细想来，圣人不愧是天地先行者，手握如此逆天之宝，却不显山露水，这份心境简直恐怖如斯。罢了，吴家老爷有令，既然尔等皆是为求仙问道而来，也算修行中人，便不追究尔等的僭越之罪。圣人宽广心胸，如无垠星海，吾等高山仰止，多谢圣人不杀之恩。马上就能进入紫霄宫，听取无上大道了。瞻仰圣人绝世风参，冲啊！诸位，老爷有言在先，法不轻传，道不贱卖。若是让你们这么轻易得偿所愿，这世间又有几人会懂得珍惜？尔等须知，老爷随便扔出一件，那都是先天至宝。你们手里那些破铜烂铁，老爷根本不屑多看一眼。可是，老爷偏偏要在乎你们这颗求道之心够不够坚毅。原来如此，圣人用心良苦。这分明是一场直指本心的残酷考验啊！只要能让舍妹进去听到，区区极品先天法宝算得了什么？请童子笑纳。
这是我的极品法宝，还有我的，还有我的，求圣人垂怜！堂堂天道圣人，早已隔绝世间一切因果，怎会如此？多年前，本座的心境就被一股莫名天机强行扰乱，今日竟然再次重演。竟然只有一团迷雾。放眼整个洪荒，谁能布下如此遮天蔽日的弥天大局，将本座都算计在樊笼之中？好浓郁的先天灵气，竟然粘稠的犹如实质，疯狂荡漾在虚空之中。只吸了一口，体内的法力竟如脱缰野马般疯狂暴涨。这铺满整个大殿的，竟然都是权威极为罕见的混沌神金。拇指大小就能砸出2件后天极品灵宝的无上神材，竟被拿来当地板砖！那是，你们快看前面！青龙、白虎、玄武、朱雀。那分明是鸿蒙之始最早诞生的4大无上神兽，4大镇殿神兽，通体竟然凝结着混元金仙巅峰的恐怖气息。这就是圣人的底蕴吗？太恐怖了！镇殿圣兽竟然都是混元先天巅峰，仅仅溢出一缕威压，我的神魂就仿佛要被彻底剪碎。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造化圣地！我的无上大道马上就要修成正果了！那就是圣人真容吗？简直恐怖到极点！老爷，仙之巅，傲世间，有我红军，便有天。女王，汝等去吧，静坐听吾开讲大道。距离圣人最近的地方，竟然只有区区7个紫色蒲洞。都给本座滚开！二弟，速速祭出混沌钟，为吾等开路！红云，你还傻站着干什么？速去夺那紫色蒲檀！二弟、三弟，吾三清何时落在人后？
这7大紫色蒲团，谁若坐上，谁就有机会成为老爷天定的徒弟。这可是逆天改命的天大机缘。哼，还是老爷那句话，法不轻传，道不见脉。诸位，竞拍开始。进门的门票已掏空我等大半家底，这么多人争7个位置，就算砸出全部身家，都不一定稳拿呀。你好，这位仙童所言极是，法不可轻传，道不可见脉。圣人乃万古以来第一位正道成圣之人。我挖窑先天3上之人，正便学训筹为。圣人门徒之位，吾兄弟势必取之。汝等在此优柔寡断，简直犹如长发妇人般可笑。一点心意不成敬意，这些破铜烂铁，只为证明吴兄弟的向道之心。这俩兄弟有心机有世故，绝对称得上是一代枭雄。只可惜，偏偏碰见我这个移花接木的究极老骗子。既然帝俊太医主动送上门当托，那我不介意抛出一尊圣人门徒的空头炸票，给这群韭菜树立个完美榜样。只要把在场所有人的贪婪欲望彻底勾起，善，本圣在汝等身上看到了诚心。吾可收汝2人其中1人为徒。圣人竟然真的收徒！帝俊这厮居然成了圣人首徒！小妹，吾伏羲倾其所有，也要让你成为圣人之徒。你惊吾全场大名这轻人之徒，汝等当真可笑！机会摆在面前都不知道珍惜。大兄三弟，吴三清绝不落于人后，速速掏出全部珍藏。大展，这元子道兄，快借我点宝物应急。你我之间谈什么借？人参果拿去随便刷。怎么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连这点家底都舍不得，还修什么无上大道？我也要为自己一争，这些全都拿去。只言一语响。这群顶级大能可真不是一般人。今天的惊天收获，丰厚到让我这个究极老骗子都感到头皮发麻。不仅西方大地的复兴指日可待，
连未来收取徒弟、扩张势力的天价本钱，都在这一波里彻底攒齐。只要等7大蒲场顺利卖出，我绝对能再狠狠割最后一茬肥美的韭菜。诸位，圣人弟子之位只有7人，老爷有言，交出的资源越多，代表着诚信越大。吾看了一下，帝俊、三清、女娲交出的资源最多，7大圣人门徒之位至此已定。大道红军。师尊，徒儿有疑惑，不知师尊能否为吾解惑？讲。罗侯、阴阳、乾坤五行，这些古老的混沌魔神转世，曾经修的究竟是什么法？为何他们曾经是混元金仙，而如今的洪荒仅次于圣人的境界，却名为准圣？修士一旦修到大罗金仙巅峰，再想进阶，要么修准圣之道，要么修混元之道。想突破准圣，就必须斩三尸，将元神寄托在3件灵宝之中，化为善恶自我。可若想修混元之道，就必须将一条法则强行融入元神。此道千难万难。混元金仙与准圣虽等级相同，但准圣要比混元金仙弱得多。我自己走的欺骗大道和诡计大道，正是那条极度变态的混元之路。一旦成功突破，战力绝对能碾压寻常准圣10倍不止。师尊，徒儿听明白了。可斩去3尸成为准圣之后，到底该如何成为真正的圣人？吾道便是以3尸正道成圣，但是对汝等来说，这条路根本走不通。斩3尸乃是本圣披荆斩棘创造出的一条道，亦在3000大道之内，学我者死，似我者生。既然红军已经靠斩3出正道，只要他活着，这条路就彻底被焊死。这也是为什么未来的天定6圣只能委曲求全，靠着天道功德勉强成圣。可是这种依附于天道的伪圣，一旦离开洪荒，绝对会被真正的大道圣人按在地上疯狂摩擦。想要真正逍遥自在，想要无拘无束，那就必须硬刚混元路线，必须将一条大道法则强行焊死在元神里。一旦道果显现，便能成就战力最恐怖的大道圣人。当年全盛时期的3000混沌魔神，全员都是这种毁天灭地的存在。圣人之法若是无法成圣，那我们为何还要交出那么多修行至宝？放肆！圣人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你等过多解释？若是不愿听到，大可自行离去。哼，吾家老爷一身伟力盖压洪荒，若是无道可传，岂会收你巫族那点破铜烂铁？唉，诸位，若是有人现在想走，随时可以离去。谥号火灵儿，将宝物全数退还。师尊，吾家兄长性情鲁莽，求师尊怜悯徒儿的向道之心，万不可动怒。兄长，还不快快赔礼道歉！都起来吧，看在后土向道之诚的份上，本圣只饶你们这一次。
若再有质疑，绝不轻饶。大道3000只是虚指，想要成圣，绝非只有千篇一律的死路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，听懂掌声。老祖，吴家老爷天恩浩荡，为尔等传道，你们却像一群呆瓜。时息过后，我要听到掌声。师尊，巫族生来只修肉身，毫无元神，难道注定与圣位无权？谁说巫族不能成圣？你们身为盘古后裔，天生就注定成圣，只奈何现今时机未到。12子巫只需各自将一条大道修炼至炉火纯青，自然可以肉身成圣。可现在这条路走不通，不过看在后土新城的份上，吾倒真有一法与你巫族完美契合，但此法过于逆天，一旦传授，恐会令本圣遭受天道反噬，危及自身道保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们怎么不抓住啊？你们这群木头怎么还没明白？圣人早就明示过，法不亲传，道不见脉。世间万物，凡有所得，必有所失，更何况是这种逆天之法。唉，圣人冒着被天道反噬的死劫，若不是怜悯你们巫族成道之心，何苦在这里犹豫不决？偏偏你们这群蠢货，连这点人情世故都看不透。早听说红云道友拥有大智慧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大恩不言谢。哎，小事一桩，何足挂齿。这几个莽汉还真是下足血本，若是将这些心血全部炼化，我的肉身强度绝对能飙升到一个令天道颤抖的境界。除了这12滴心血，我巫族还愿意献出1半的底蕴宝库。你们的诚意，本座已经看到。既然如此，这修行秘法传给你们也无妨。仙童，老朽能否用神通法术来抵消法宝？可以。老子的一气化三清，镇元子的袖里乾坤，通天的绝世剑道，只要将这3000大罗的汤家本事尽数吞噬，我的真实战力必将原地起飞。本座接下来要讲的心法，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敢问圣人，这成圣之法究竟来自何处？本座当年遨游诸天，曾降临一方名为完美地界的恐怖位面。在那个世界，即便是一只蝼蚁般的底层修士，亦可一粒沉填海，一根草斩尽日月星辰。至于那些中阶修士，弹指间便可乱天动地，大有一副问苍茫大地水主潜伏的盖世风姿。本座游历此界无尽岁月，曾亲眼目睹一位少年走出大荒，以无敌之姿斩尽世间一切敌。待历经无尽岁月，他唯一人背对苍生，独断万古。此成圣之法，名为完美法。
拳法共分18个大境界，最终超脱之境名为仙帝，其实力完全等同于洪荒圣人。仙帝顶多也就等于大罗金仙，偏偏在这7天大阵的加持下，只要我敢吹，大道意志就能配合我元皇。我卡在大罗禁言初期整整10万年，今天竟然只听圣人一席话，直接突破到中期。完美法第1境名为斑血境，调动全身精血滚滚如雷鸣，吞噬日月精华凝练神息，修到极限，单凭血肉之力便可堪比纯血真龙。这简直就是为我们巫族量身定制的逆天神法！只要修到极致正道仙帝，地剧和太一在我们眼里算个屁！这难道是练成了？圣人之前说了，吞噬日月精华，凝练神息，这正是斑血境的逆天特征。短短1个时辰内，二童竟然连破3大境界。要知道，在洪荒之中，突破1个境界，哪个不需苦修数万年？这完美法简直恐怖到了极点。我明明只是随口忽悠，这2个小屁孩怎么就真的练成了？跟助理斑血境极限撑死108000斤，我现在竟然真感受到了纯血真龙的蛮荒伟力。可一旦撤去大阵，再练这功法就纯属扯淡了。自洞天而始，历经化灵、铭文、列阵，直至仙帝之境，万法皆空，唯我独尊。善，完美法于众生有大恩，如乃完美道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足以硬刚上品先天灵宝的恐怖肉身，现在就算让我同时暴打10个准圣，那也是轻而易举。红军前辈，你之前不是说你已经正道成圣了吗？洪荒的因果线竟然发生偏移，大事更是隐隐有逆转的征兆。是谁？身份败露无疑，此地绝不能久留。可有混沌魔莲蒙蔽天机，就算是真道祖亲临，又能奈我何？这茬韭菜已经割完，是时候功成身退了。孩子们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你们切记，
日后惹出祸端，千万不要报为师的名号。山高路远，我们江湖再见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本圣红军，究竟是何人在此扰乱天机？眼前这位如果是真红军，那刚才骗走我们全部身家的人又是谁？我们堂堂3000先天神圣，竟然被一个江湖当猴耍！我们可是整整被骗走12滴心头血呀！尔等为何在此痛哭流涕？究竟发生了何事？给本圣如实招来！那个无耻狂徒竟然打着本圣的名号招摇撞骗，不仅把医女娲、伏羲通天的资源洗劫一空，偏偏还能靠着神秘法宝完美躲过造化玉蝶的追踪。这口恶气若是咽下，本圣这道祖的脸面往哪儿搁？你们暂且回去，待本圣抓到此事，必将他千刀万剐。二哥，大哥究竟去了何处？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？大哥，没想到您只出去一趟，居然捞回来这么多宝贝。大哥，下次出去打家劫舍，一定要带上我们兄弟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就想帮您提着麻袋。说什么打家劫舍？吾等那是化缘，甚至是出缘，那是出门寻找有缘人。行了，下次化缘指定带着你哥俩。蹄子，你学学你二哥，别一开口就像个土匪。大哥，蹄子是谁？哦，是叫我呀。那二哥是不是叫引子？拿去修炼，务必在3000年后的紫霄宫讲道前，给我突破大罗金仙。我能有今日的混元金仙境界，全靠自己的刻苦努力。那12滴紫无心头血必须立刻炼化，海量的顶级法宝也要挑拣一番，剩下的全留作未来开山立派的底蕴。等彻底炼化了这12滴心头血，我的肉身该恐怖到何等境地？在这神话大世，3000年后的紫霄宫绝对是一场腥风血雨。只有拥有绝对碾压的实力，才能在洪荒横着走。这到底借了几个胆子？连圣人都敢当猴耍，此人简直恐怖如斯！堂堂道祖，竟然连一个骗子的根调都算不出！本圣发誓，必须找到那个无耻狂徒，亲手将其挫骨扬灰，方能解开心头之恨。
这该死的先天神阵，竟然连本圣都无可奈何。本圣号称洪荒智慧第一，怎么可能连个小毛贼都救不出来？哼，罗瑶没死。那罗侯本就是毁灭魔神转世，当年道魔之争真灵湮灭，绝对是狡兔三筹的假象。放眼整个洪荒，除了这个行事百无禁忌的老对手，谁敢如此疯狂的将本圣按在地上摩擦？本圣查出罗侯未死，若有人变作本圣模样招摇撞骗，必然是他。罗侯，你听着，吾能打败你一次，亦可打败你第二次。君看今日之狱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？